他是一名美国记者，却力挺中国，接连曝光老美丑闻后离奇死亡，死前更是给中国留下了3句话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位记者名叫安德烈，他的文章经常刊登在我国各大日报上。安德烈的一生与其他记者截然不同，他从不与罪恶妥协，敢于揭露西方国家不为人知的恶行，例如卢旺达动乱真相、华尔街背后的阴谋、叙利亚的真相等等，都是他一手曝光的。然而，就是这样身怀正义的人，却在2020年在土耳其离奇死亡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土耳其公安机关声称安德烈是因突发疾病而逝世的。然而，安德烈的粉丝却持有不同意见，认为安德烈之死肯定与西方国家有关。安德烈曾游历近200个国家，对于一些国家发生战争的背后，他有着深刻的洞察。他坚信许多战争都是西方国家策划的阴谋，因为这些国家不愿看到世界和平，他们时刻都在想方设法地引发一些冲突，以便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不仅能提升自身经济，还能直接掌握战争国家的发展命运。对于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，西方国家常常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，迫使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中配合他们的利益。那么对于中国，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？美国记者为中国站台，确信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如今的中国迅速崛起，所推行的世界和平模式被越来越多国家认可，但这也算侵犯了西方国家的利益，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制止中国，比如新疆棉花事件的爆发。安德烈得知此事后，怀着还原真相的决心，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新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，安德烈积极将真相发布到国际论坛上，他的行动成功地揭露了新疆棉花事件的谣言，使西方国家的阴谋未能得逞。面对西方国家的不满，安德烈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。他认为中国正在为全世界做着伟大的事情，而他没理由不支持中国。安德烈怀着对世界的贡献愿望，希望能够活到90岁，为人类的进步和和平贡献自己的一生。而在2015年，安德烈为中国留下了3句话，那这3句话说的是什么呢？美国记者却为中国站台，接连曝光老美丑闻，死前给中国留下3句话，那么到底是哪3句呢？2015年，安德烈留下了3句话，这3句话成为中国思考的重要引导。首先，他提醒中国在国际事务中，中国应该坚持独立的立场，不被外部势力左右，这一点对于保持国家独立性和自主权非常重要。其次，安德烈强调了研究美国媒体的重要性，这样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西方世界的舆论动向，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事务。最后，安德烈的第3句话呼吁加强国家媒体以世界各国的语言进行宣传，这一点是为了摆脱西方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的污名化。通过多种语言宣传，中国有望改变国际社会对其影响的刻板印象。安德烈是一位去过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人，他对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尽管许多人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不满，抱怨一些制度，但安德烈却认为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。安德烈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，但是他对世界的贡献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。